作为一个在西雅图生活了快要有10年的人，趁着我妈妈这次来西雅图短短2天的时间，带大家一起逛逛夏天美丽的西雅图，顺便看看有什么好吃好喝的。带我妈来吃，觉得西雅图比较好吃的一家吃加勒比三明治的地方。啊，香港啊 Was that everything? That's everything. All right. 一个是牛肉的，然后另外一个是猪肉的。尽量不要拍我，拍他吧。不要，我好像不大上照，本人比照片上好看。好香啊！你再吃一口，好吃吗？它其实跟秘鲁本地的那些三明治会有点不一样，它是有点自己的创意的。因为秘鲁本地三明治他们是拿那种比较薄的面包，它这个其实是 elevated 的版本。因为这家店我之前拍过嘛，我当时觉得蛮好吃，觉得它跟之前比有点好吃还是一样，不容易的。那酱汁调的好像味道很不错。他们家猪肉有点干嘛，但是他们家最好吃的部分是他们家那个洋葱，因为它长时间高糖化了之后又甜又嫩，给它起到了一个湿润的作用。但它其实本身那个猪肉质地是比较就是弹肉，因为猪肩肉那块，它这款迷迭香和欧芹味比较重，就它看上去那个面包体特别厚，但是其实没有特别没有特别难咬。对，我觉得这款比他们家 No. 1好吃一点，因为它的香料味道会比较重一点，层次就比较复合。吃一下这个牛肉的，洋葱它炒的比较硬，不是吃下去还有嘎吱嘎吱的声音，有脆，但是又是有一点点软。看看这2款，我喜欢哪一款？我猜你喜欢这款，这2款不一样风格。我喜欢牛肉。比较牛肉的话，牛肉调味、牛肉本身香味和那个炭烤香气比较重。它这个其实比较符合我们江浙沪家口味，它牛肉是有点带甜口的，然后它有那个很重的那个烟熏炭烤味。我喜欢这个。你知道臭味是哪个臭味吗？是这个吗？不是这个。它这里面的一股辣味道是哈拉皮纽，就是墨西哥辣椒。重点是它这个洋葱特别煎的比较大块，滑滑唧唧，爽脆又有点洋葱那种质地的那种肉的那种软脆感。我觉得它洋葱特别好吃，因为他们家重点就是这个洋葱。我们待会儿去看房子。好，我喜欢。牛肉调味就是人式的烤牛肉的感觉。我觉得中美洲的加勒比秘鲁菜啊什么的，是很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的。他们那边有很多会和中国用相似的东西，他们有红豆，也有很多香菜。那是不是当初会做米？若干世纪前这个东西是有这个交流还是怎么？对，这是个那个谜团。然后你单吃这个辣椒，来，有点酸酸的。那儿酸酸的，哎呦，得说还蛮辣的。no，这个是这个辣椒，那还吃得出来。香蕉辣椒，这个就好酸啊，基本上吃不出辣味道。腌制过的。我要吃洋葱。哇，它整个一卷洋葱放进去的，一整个圈。里面还有啥？他们的酱做的不错，他们家用的是艾欧丽，一般有些三明治会用美乃滋，但是艾欧丽跟美乃滋不太一样。美乃滋，觉得好吃吗？我觉得它牛肉那个蛮好吃的。因为我妈刚来还在倒时差，就不带她去 hiking 了。其实西雅图的夏天真的非常漂亮。相反，她其实特别喜欢看房子，可能和她大学学的建筑专业有关系。我是考量到在美国看房的体验和在国内还挺不一样的，而且美国有一些有设计的房子还蛮美蛮特别的，就想来带她体验一下。给我们稍微再夸张一点。一看两个就是牙钉。搿牙钉你没牙钉了，3天看侬了啊，是不是牙钉嘞？当然来西雅图肯定不能免俗要来一下派克市场。不过我大二的时候，我妈其实来玩过，这次来就当是温故而知新嘛。这几年其实变化还蛮大的。派克市场的几家老网红，我妈上次来也吃过了，所以这次就带大家吃一些国内吃不太到的美食品相。这2个是猪，一个是牛。水一进就那个了，吃要看看吧。好好吃啊！它的这个肉做的非常的多汁，还放了点那个菠萝，有点酸酸的，给你提味的感觉，饼一点都不干，不会觉得老贵乎乎。不是，就觉得融合在一起，是个整体。但是弄很。来，蘸点酱，来这酱辣吗？有点辣的。好少一点。来，我现在觉得美国的辣酱不比中国的不辣，我知道了。你吃。有，它调味刚刚好，一点点辣，肉香味混着那个调味的味道，就好吃了。第2个还是猪的，第2个就是比较纯粹的猪，几乎没有什么调味的，它不像第1个，这个没有第1个好吃。他们这个猪肉因为没有调味，所以吃起来像那种吃肉松的感觉。它有点像猪肉的原味，猪肉的纤维感很明显，不是那种会卡在牙缝里的那种，就是它所以年龄大也可以吃。它用的是比较瘦的部位，或者
它这个玉米饼真的做的蛮好的。然后这个是牛肉，饼就是杂粮饼，它牛肉香味不是很重，它是那种调味性的牛肉，番茄加上一点墨西哥那种 ancho 辣椒，加点孜然那种味道，这个调味的味型都是墨西哥的很常见的一种。他们家玉米饼就跟市面上很多那种现成的玉米饼，它玉米面粉里面会加一些柠檬，整体吃起来会有那种酸酸味道。那他们这种新鲜做的话就不会有那个酸味。我觉得可能跟墨西哥实际相比的话，它的那个玉米香气本身会稍微差一点，但是他们家那个玉米饼的口感真的很好。你们去年到墨西哥城去的，到过这样的塔库吗？墨西哥城也不是所有店都是自己做的这个玉米饼，然后墨西哥城他们其实更多特色的是他们会拿各种各样下水去做当中的馅料。在美国常见就是猪肉、牛肉，然后鸡肉，在墨西哥城他们那边是有什么内脏啊，什么牛眼睛、牛脑，就是拿那种下水去做成去做它的那个馅料。然后他们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没有很过多调味的，不像这种就是有比较重的调味，对，是它本身的那种肉香味凸显在里面，因为他们都是把各个部位切好，一直放在那个油里面，像是浸炸的那种感觉，就是它有水，但是又有很多那种油脂，一边煮一边炸那种感觉，所以它油香味更重。这3个饼呢，它是递进关系，是第一个最好吃。我也觉得第一个最好吃。来点，吃吗？冰淇淋。你看你想吃哪个？你想试哪个？这香芋吧，吃香芋。那尝尝看香芋好了。 The way they work is the walls of those pods are super 好大，好香啊！你试试看。 对吧？好吃的。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ondon fork and Seattle fork? Seattle fog is more orangey. Oh, okay. 你还有什么想试的吗 ？Can we have a small cup of the ube? 它这里的感觉是很浓郁，它吃到后面有点酸酸的感觉。是这样的，他们家呢是西雅图非常当地有名的 Illinois 那个酸奶的人和另外一个人合伙开的一家，就是类似于冻酸奶冰淇淋的一家店。所以它每个冰淇淋的基底里面都放了酸奶，所以你吃到最后它会有一点淡淡的酸奶的那种奶味的回香，一点点酸，但是不会让你觉得突兀。它这个乌贝应该是我吃过数一数二的乌贝，因为市面上很多乌贝它让你感觉香精味特别浓，但它这个感觉乌贝香气是属于你感觉蛮天然的，因为它是颜色是有点紫色调。因为乌贝它本身就是深属紫薯的那种颜色。第一次就是一下子就感觉呀好惊艳，它口感有点像 gelato， 但是会比 gelato 稍微容易化一点，真的蛮好吃的。好吃的。但他说是乌贝 coconut 的，我觉得椰子味没有很重吧？这个它里面是有点那个椰子脆片。怪不得是博主，我只觉得有东西，但是吃不出是什么东西。乌贝的冰淇淋的话，其实是菲律宾特别多。菲律宾其实我们小时候吃的香芋杯就是乌贝，这个是香芋的杯的浓郁版，但是因为它加了酸奶，所以会有一点点微酸的回味。反正就好吃，这个好吃很多。很重的那个麦香味。威士忌至少要45度以上才滴水它会对，它是好像你说的，就是放热水以后，它的会香气会充分出来。对，最后这家威士忌酒厂是去年某一款拿了一个什么世界威士忌评选比赛的第1名。像逛威士忌酒厂这样的活动，好像国内也不太有，也算是我自己觉得还蛮有趣的活动。参观完以后还会有 tasting 的体验，反正我妈是喝得非常嗨。然后带我妈去吃了一家我认识的越南美食博主推荐的西雅图吃粉小店。虽然越南是牛肉粉最为出名，但我私心其实更喜欢吃酸辣的顺化米粉。一般会有这个猪蹄打的肉丸、猪血，而且内脏应该会有。先喝一下这个汤，它这个就是乌骨牛肉汤，跟我们之前喝的不一样。它有股很重的越南那种蟹膏的味道，蛮辣的。它入口以后有实实在在炖出来的那种油脂的感觉。顺化米粉的话会有香茅的清香和虾酱的咸臭鲜味，就喝起来酸甜咸辣4味俱全。这么大一碗蟹肉番茄粉，这个丸子完全不一样啊！这丸子蛮弹的，它吃出来淀粉比例蛮高的。你们尝尝这个猪血，这边超市的猪血都是那种冻的猪血，它就是拿那个冻猪血做的猪血，所以它口感是那种很扎实、完全不弹的那种
对，我比以前吃到不一样，粉粉的，然后拧唧唧的那种感觉，会有一点那种冰箱的臭味。对，就是有点稀，就是跟早上吃的那个有点稀。都是在国内吃不到的。这个蔬菜是2个汤里面都可以放，都可以放。这是上面那个是芭蕉花，这个啊，这个是芭蕉花。我那也没有看到。这不一定，你不一定吃得惯，它的香味比较特别。那我试试看，绝对是有臭味。这粗看看像烤焦的洋葱卷一样。蛮好吃的，它咬开了就有股清香味，淡淡的。我觉得比我们在波特兰那家吃好吃，就是它甜味、番茄味和它蟹膏酱的味道是 well balanced， 就是平衡的特别好，就你不会觉得哪个味道特别突出。越南的蟹膏酱和大家吃的蟹黄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其实是一个蒜味很重的海鲜味，有咸鲜，但不是大家认知蟹黄的那种鲜甜感。那种粉也不一样，像这种米粉味跟你们在你们粉蛮弹的。越南没去过，西雅图全美国最多的越南人。哦，牛肉还可以。这米粉很细嘛，跟抹回的米粉会稍微软糯一点，这个会稍微滑顺。芭蕉味道挺清甜的，对，没有什么怪味啊。没有啊，我没吃到怪味。我觉得是传说中有怪味吗？我上吃的不一样，我上吃的生苦味很明显。妈妈，你吃这个，这个是什么菜啊？海瓜子丝丝的啊，也是当地特色是吧？重在于口感。它这个 rice cracker 已经软硬它了，已经炒掉了。调味里面有个非常重的越南香菜的味道。越南香菜跟我们普通吃香菜味道会有点不太一样。越南香菜跟云南的那个盐碎，就是它是大的那种香菜叶，它会有一个可能你不常吃的味道，它会有点吃不惯的一个味。怎么这么咸？整体调味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盐碎味道，酱油底甜，一点辣，然后上面是花生碎，还蛮咸的。帮你评价一下这3样东西。应该是我们目前在美国吃过最好吃的，2个都是。这个猪血实在差了点。至于这个海瓜子，我是吃不明白。我喜欢这个。好，那换回来。好，换回来。没有这个好像丰富，好像就比较简单一下，就是番茄味。但我觉得他们家汤底还是蛮用心的。就有时候这种差异其实是蛮细微的，有时候你也说不明白到底每个细节做的特别好，但是你能吃出来真的不太一样。来吧，你怎么能回来这么多啊？它这应该就是倒了，然后它有一棵树枝就不噜长成了另外一棵树，太牛了吧这也！大自然的魅力。好山好水好天气。